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种人，一辈子老老实实、本本分分，遇事不争抢，吃点亏也没往心里去，平日里不起眼，可到了山穷水尽、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偏偏有陌生人伸手拉一把，没攀龙附凤，没刻意经营人脉，可关键时刻贵人总会出现。很多人说这是运气好，是撞大运。我告诉你，这从来不是偶然，是老祖宗写在你手上的天生福相，是天地因果藏在肢体里的密码。今天我就把这个藏了几千年的道理完完整整讲给你听。你现在不用找别人，不用等时机，立刻就能对照自己的手，一探究竟。男生伸出左手，女生伸出右手，手掌心朝上，5根手指自然放松，轻轻并拢。你仔仔细细看一看，你的无名指是不是比食指长出一截？哪怕只长点点，只要有这个特征，你这辈子注定躲不开3段缘分。这不是迷信，不是恭维，是你与生俱来的命格，是老天爷早就铺好的缘分轨迹，只是你从前一直没读懂罢了。老祖宗传下一句话：相生皆有因果，貌由心定祸福。你手掌的纹路、手指的长短、肢体的形态，从来不是随便长出来的，更不是毫无意义的生理特征。现代科学说这是基因遗传，是父母血脉的延续，这话没错。可你再往深里想一想，为什么你偏偏投胎到有这种基因的家庭？为什么你偏偏遗传了这样的手相？这就不是基因2个字能解释通透的了，背后藏着轮回的道理，藏着天地的安排，藏着你前世修来的福报与功课。你再看这根无名指，平日里最不起眼，拿东西做活计，操持家务，他永远在旁边搭把手，做个配角，不像食指那样锋芒毕露，爱指东指西，爱出头露面。他安安静静，不声不响，所以才被叫做无名。道德经开篇第1句就讲：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。这里的无名不是说没有名字，而是说它超越了世俗的标签，超越了外在的张扬，藏着最本真、最纯粹、最深厚的力量。不显露，不张扬，却能承载最重的情分，接住最大的福气。你再放眼全世界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，不管是什么民族、什么文化，结婚的婚戒偏偏都戴在无名指上，这绝不是巧合，不是随意的习俗。西方古老的说法里，相信无名指有一条爱之脉，直直连通心脏，是情感最真挚的连结。而我们中医的智慧里讲，无名指走的是三焦经，三焦经直接联络手厥阴心包经，心包是心脏的护卫，主血脉，主情志，主人心深处的勤奋与善念。东西方文化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，研究的是不同的体系，可最后说的却是同一件事。这根手指连着人最真的心、最深的情、最厚的德。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，天生心善心软，重情重义，天生自带感召贵人的磁场。今生3段缘是注定要经历，躲也躲不掉的。觉得我说的在理的朋友，不妨点个赞，留句贵人常伴，让福气跟着你。很多人活了一辈子，都没搞懂一个最基本的道理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贵人？在很多人的认知里，贵人就是挥金如土的富豪，是有权有势的高官，是一开口就能帮你摆平所有麻烦的大人物。还有人觉得贵人就是天天请你吃大餐，逢年过节给你送礼的朋友是你开口借钱就给，连借条都不用写的冤大头。我今天明明白白告诉你，这些都不是贵人，
顶多是一时的酒肉交情，是浅层次的利益往来，根本算不上能救你于水火的真贵人。真正的贵人，从来不是在你顺风顺水、风光无限时锦上添花的人，而是在你跌入谷底、濒临绝境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时，故一切拉你上岸的人，是在你被人背叛、被人抛弃，全家都跟着受苦时，默默伸出援手的人，是在你半只脚已经踏进深渊，想要放弃生命时，点醒你、救赎你的人。这就是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，第一段注定躲不掉的缘，绝处逢生的贵人缘，是天无绝人之路的印证，是你厚德载物的回报。我认识一个做传统粮油生意的老周，家住江南小城，一辈子老实巴交，一家小小的粮油店，靠薄利多销，诚信经营，养家糊口。老周为人最是厚道，卖粮油从不缺斤短两，遇到家境困难的老人，还会主动减价，甚至送米送面，街坊邻居都夸他是实在人。老周的无名指比食指整整长出半厘米，身边的老人常说他生来带福相，早晚有贵人相助。可老周从没放在心上，只觉得踏实做事，对得起良心，就是最好的过日子方式。前几年，老周想着把小店升级成粮油批发铺，扩大经营，让家人过得宽裕些。他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同乡，两人认识40多年，老周对他掏心掏肺，毫无防备，觉得同乡知根知底，值得托付，就把自己辈子攒下的积蓄加上找亲戚借的钱，一共30多万，全都交给这个同乡，让他帮忙找仓库、办手续、联系货源。老周信得过对方，从不过问资金去向，同乡说什么他都信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个看似忠厚的同乡早就染上了赌博的恶习，在外欠了一屁股高利贷，拿到钱的当天就把所有钱填了赌债，然后连夜收拾行李跑路，手机直接关机，人间蒸发，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等老周反应过来，赶到同乡家里，只剩下所租的空房子，邻居说早就搬走了，再也没回来过。那一刻，老周整个人都懵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10几年的心血，一辈子的积蓄，亲戚的借款，瞬间化为乌有，批发铺开不成，连原来的小店租金都快交不起，每天一睁眼就是要还的债，要养的家，老母亲卧病在床，孩子还在上大学，学费、医药费、生活费压得他喘不过气。那段日子，老周天天失眠，饭吃不下，觉睡不好，头发一夜之间白了大半，整个人瘦了20多斤，眼神里全是绝望。老婆急得天天以泪洗面，看着家里的窘境，只能偷偷抹眼泪。老母亲知道家里出了事，急得病情加重，却还安慰他别着急。孩子想辍学打工补贴家用，被老周狠狠骂了回去。他再难也不想耽误孩子的前程。老周去找亲戚借钱，亲戚怕他还不上，都躲着他，见面就打哈哈，委婉拒绝。去找同乡的家人，人家说早就断了联系，毫不相干，去报警。警察说这是民事经济纠纷，人找不到，很难立案执行，去找律师。律师说诉讼周期长，就算赢了官司，也找不到人执行。更何况他现在连诉讼费都拿不出来。老周走投无路，觉得自己这辈子彻底完了。他一辈子没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，没害过一个人，对朋友掏心掏肺，对客户诚实守信。
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他？为什么坏人能卷款跑路，逍遥法外？他这个老实人却要家破人亡，承受苦难。他越想越悲愤，越想越绝望，心里的那根弦绷得快要断了。有一天深夜，他趁着家人都睡熟了，一个人偷偷走出家门，走到城外的江边，看着漆黑湍急的江水，心里满是解脱的念头，想着跳下去一了百了，不用再受这份罪，家人也不用跟着自己受苦，抛弃继承债务，还能好好活下去。就在他闭上眼睛，一只脚已经悬空，身体准备往前倾，要跳下去的那个瞬间，旁边不远处的石头后面突然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：小伙子，深夜风大，别做傻事，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老周吓了一跳，差点没站稳，摔在石头上。他回头一看，夜色里坐着一位穿着朴素、戴着草帽的老伯，手里拿着一根钓竿，脚边放着一个保温箱，正安安静静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嫌弃，只有心疼和善意。老周本来满是死意，不想理任何人，只想快点解脱。可这位老伯慢慢走过来，硬生生把一杯温热的茶水塞到他手里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没说大道理，只说了几句最朴实的话：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债没了可以再还。可你要是走了，老婆孩子怎么办？老母亲怎么办？你这不是解脱，是把烂摊子丢给家人，是最不负责任的懦夫。海浪有涨有落，人生有起有伏。今天你觉得走投无路，明天说不定就柳暗花明，千万别放弃。就这几句话，像一道惊雷劈醒了绝望的老周，他脑子里绷了许久的弦，啪的一声断了。积攒了几个月的委屈、绝望、痛苦瞬间爆发出来。他抱着老伯的腿，像个孩子一样哭了整整1个小时，把自己所有的遭遇，被同乡背叛、负债累累、家人受苦、走投无路，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他原本以为这位老伯只是个普通的钓鱼老人，可没想到对方根本不是普通人，而是一家大型商贸集团提前退休的副总裁，在商界、法律界、金融界打滚了40年，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，什么债务纠纷、生意重组都了如指掌。老伯听完老周的遭遇，没有给他1分钱，却用自己一辈子的人脉和智慧，帮他彻底扭转了人生。他先帮老周梳理所有债务，找出同乡签署的合同漏洞，明确老周无需承担同乡的个人高利贷，只用偿还正规借款。接着动用自己的人脉，帮老周找了全城中最专业的商业律师，免费为他处理纠纷，冻结同乡的剩余资产，然后帮老周牵线银行申请了小额经营贷款，先还清亲戚的借款，稳住家人的生活，最后还把自己的粮油货源渠道介绍给老周，帮他把小粮油店做成了社区批发店，成本降低，销量翻倍。短短3年时间，老周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，还开了2家分店，生意越做越红火，家人的生活比以前还要安稳幸福。老周后来逢年过节，不管多忙，都会亲自提着最好的茶叶补品去看望老伯，把老伯当成亲生父亲一样孝敬，每次都坐下来好好聊天，聊生意，聊人生，聊那个深夜江边的救赎。老伯生病住院，老周夫妻轮流守在病床前，熬汤喂药，端屎端尿，毫无怨言。老周常说，没有那位老伯，就没有自己的今天。这份贵人缘是他一辈子都要珍惜的福报，这就是真正的贵人缘，不是靠求来的，
不是靠攀来的，是你天生的心善本分，厚德感召来的天赐缘分。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，天生藏着厚德之相，哪怕跌入谷底，身陷绝境，天地都不会弃你。总有贵人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，拉你一把，救你一命。可这份缘能不能留住，能不能转化为长久的福气，全看你懂不懂得感恩，懂不懂得珍惜。很多人得到贵人相助，转头就忘恩负义，过河拆桥，觉得别人帮自己是理所当然。这样的人就算有再好的贵人缘，也留不住福气，早晚都会漏光，最后还是会落得孤立无援的下场。讲完第一段绝处逢生的贵人缘，我再跟你说第二段，这是最让人心疼、最让人揪心的一段，也是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注定要经历的修行刻骨铭心的感情缘。你不用开口回答，只需要在心里问自己一句话：你这一生是不是在感情里、婚姻里总是掏心掏肺，容易受伤？是不是别人对你一点点好，你就感动得恨不得把命都交给对方？是不是明明自己过得紧巴巴，却见不得别人受委屈，总是心软妥协，毫无底线？是不是付出全部真心，最后却被辜负、被伤害，痛到骨子里几十年都忘不掉？我可以明明白白告诉你，10个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，8个都会在心里点头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不是你命苦，而是你天生的命格使然。就是因为这根手指连着三焦经、心包经，主情志、主心软、主重情，这样的人心思比普通人细腻100倍，情感比普通人浓烈100倍，天生把感情看得比金钱、比地位、比自己还重要。可这份重情重义是你最大的优点，也是你最大的软肋。世俗里总有一些人看到这样的手相就摇头说，这是烂桃花，是命里带煞，这辈子感情注定不顺。我告诉你，这全是胡说八道，是不懂命理、懂因果的妄言。这根本不是烂桃花，而是前世未了的情债，今生来结清。缘分有借有还，前世你欠了对方一段情，一份或是对方欠了你，今生你就会带着这个手相印记，与对方相遇纠缠，直到情债结清，才能彻底放下。我见过一个叫陈杰的女人，今年58岁，无名指比食指长出一大截，一辈子都在感情里受折磨，活成了自己最不想看到的样子。陈杰年轻的时候长得清秀，性格温柔，心地善良。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看上去老实本分的男人，可结婚后她才发现，男人根本就是个好逸恶劳、自私自利的人，没有正经工作，整天游手好闲，沉迷赌博，家里的开销、孩子的抚养费全靠陈杰打零工、做手工，起早贪黑赚钱维持。男人输了钱就回家发脾气，摔东西，甚至对陈杰动手。可每次事后，男人都会跪下来求饶认错，说自己再也不会了，说自己离不开陈杰。陈杰总是心软，一次又一次原谅，总觉得夫妻一场不能丢下他，总觉得自己再忍一忍，对方就会改变。为了这个男人，陈杰帮他还了20多年的赌债，把娘家的补贴、自己的积蓄、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全填进了这个无底洞。他自己省吃俭用，一件衣服穿10几年，舍不得买一口好吃的，舍不得给自己花1分钱，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家庭，给了男人，给了孩子。孩子出生后，陈杰更舍不得走了，怕孩子没爹，怕别人笑话，
怕孩子受委屈，就这么忍了整整30年。30年里，陈杰操碎了心，熬白了头，身体彻底垮了，一身的毛病。晚上整夜睡不着，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头，喘不过气。去医院做了无数检查，全都查不出器质性的问题。医生只能说是情绪郁结，心力交瘁。后来陈杰被孩子硬拉着来找我，一进门我就看到他面色发暗，两颊发青，整个人瘦得像干柴，两眼无神，身上全是耗损殆尽的气息，是长期心里压着大石头，被情感折磨的样子。他一坐下来就捂着胸口哭，说全身都不舒服，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，问我是不是上辈子造了孽，这辈子要受这样的罪。我让他伸出手，看到他长长的无名指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我告诉他，你不是命苦，不是上辈子造孽，而是情债未了，执念太深。你前世欠了这个男人一段情，一份大恩，今生就是来还债的。可30年了，债早就还够了。你现在不是欠他，而是欠你自己。你把一辈子都耗在他身上，丢了自己，忘了自己，这才是最傻的事。很多像陈杰一样的人，在感情里最容易犯一个致命的错误，把自己彻底掏空，去填满对方的欲望。对方遇到困难，你拿出全部积蓄贴补；对方想创业，你倾尽全力支持；对方软弱，你变成他的拐杖；对方发脾气，你无条件包容。你以为这叫爱，这叫付出，其实这叫纵容，叫自我消耗，叫没有底线的软弱。水太柔了，就会漫出来淹掉自己；情太真了，没有边界就会废掉自己。让对方觉得你的付出理所当然，毫不珍惜。人的本性就是如此，得来太容易的东西从来不会珍惜。你付出的越多，对方越习惯，习惯了就当成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呢，就开始嫌弃，嫌弃了就开始伤害。这不是那个人特别坏，这是人性，是你自己的软弱，给了对方伤害你的机会。我跟陈杰说，情不空，则轮回不止。如果你心里的怨恨、不甘、执念不放下，这股怨气就会变成极强的磁场，把你们两个人牢牢锁在一起。这辈子被他折磨到死，就算下辈子还会循着这股磁场相遇，再受一次折磨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你要做的不是继续付出，不是继续怨恨，而是放下执念，结清债务，把心收回来，好好爱自己。对，他不要有爱，不要有恨，就把他当成一个前世的债主，情债清了，缘分就尽了，剩下的日子是你自己，不是他。陈杰听完这话，整个人像被雷击中一样愣在原地，眼泪瞬间停了，沉默了很久很久，终于想通。后来他慢慢改变，不再围着男人转，不再为他的赌债操心，不再为他的错误买单，开始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养养花，散散步，和邻居聊聊天，把所有的专注力都放回自己身上。男人后来中风瘫痪，躺在床上不能动弹，陈杰没有跑，还是像照顾普通病人一样照顾他，喂饭、翻身、换衣服，可心里再也没有一丝怨恨，只有平静和释然。他跟我说，现在看着男人，只觉得他很可怜，再也没有爱，没有恨，没有痛，终于活回了自己。这就是无名指掌过食指的人的感情缘，不是注定不幸，不是注定被辜负，而是注定要学会放下，学会爱自己，学会守住边界。情债一清，心就自在，缘分才能善终。前2段缘，一段是贵人相助的福报，
段是勤在节亲的修行，都是人生的历练。而第三段缘才是你今生来到世间的真正意义，是你灵魂深处自带的使命，叫做冥冥之中的使命缘。很多人觉得人活着就是年轻赚钱，中年养家，老年养老，平平安安，浑浑噩噩过一辈子就是好命，就是圆满。可我告诉你，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注定不能这样活。你带着这个天生的福相印记，不是来享清福的，不是来混日子的，而是带着使命来到人间。你的使命不是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是当什么大人物，不是赚多少钱，而是藏在日常的善良里，藏在别人需要时你不曾离开的坚守里，藏在你骨子里的担当和厚道里。什么是使命缘？就是别人都退缩时你敢上前，别人都漠视时你肯出手，别人都计较时你愿付出，别人都逃离时你选择坚守。你的使命可能是守护一个家，哪怕兄弟姐妹都不争气，你也要像一根柱子一样撑住整个家族，不让家人散掉。可能是照顾一位需要你的亲人，无怨无悔，年复一年，不离不弃。也可能是在平凡的日子里默默帮助身边受苦的人，给黑暗里的人点一盏灯，给绝望里的人一份希望。这份使命不是别人安排的，不是上天强迫的，是你天生的善心，是你骨子里的厚道，是你灵魂里的功课，推着你去做，让你在别人需要的时候走不掉，躲不开。我认识一个叫阿强的普通人，住在老城区的巷子里，一辈子普普通通，没读过多少书，在小区里做保洁员，工资不高，话也不多，无名指比食指长出一截。平日里在巷子里没人特别留意他，甚至有人觉得他不起眼没出息。阿强每天除了做好保洁工作，还总默默帮邻居做小事。独居老人提不动东西，他主动帮忙扛上楼。小孩迷路了，他耐心送回家，联系家长。小区里的公共设施坏了，他默默修好，不声不响。下雨天，他帮邻居收衣服、关窗户，从不留名。路边看到乞讨的人，他明明自己过得不容易，还是会掏出几块钱给对方买口吃的。邻居们都觉得他热心，可没人觉得他有什么特别，甚至有人私下说他傻，多管闲事。可阿强从不在意，依旧做着自己觉得该做的事。有一年夏天，巷子里一户人家因为电路老化，半夜突然失火，火势蔓延得极快，滚滚浓烟从窗户里冒出来，火舌乱窜，噼里啪啦的爆裂声吓得整条巷子的人都往外跑。所有人都知道，这户人家里还有2位80多岁、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在火场里。可火势太猛，浓烟太呛，没有人敢回头，没有人敢冲进火场救人，都只顾着自己逃命，喊着要爆炸了，快逃！就在所有人都四散奔逃，往巷子外跑的时候，阿强却往反方向冲。他把手里的工具扔在地上，用外套死死捂住口鼻，弯着腰不顾一切冲进了浓烟滚滚的火场。浓烟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阿强贴着墙壁摸索，听到老人微弱的咳嗽声，循着声音找到2位老人。他先把老奶奶架起来，用尽全身力气拖到门口，交给外面的人，转身又毫不犹豫地冲回火场去救老爷爷。外面的人喊着阿强不要命了，快出来！可阿强头也不回，硬是把老爷爷背了出来。等他走出火场，自己的手臂后背已经被大面积烧伤，外套烧得破烂不堪，皮肤和布料
粘在一起。可他坐在地上，没有哭，没有喊痛，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着火的房子，眼神平静，没有一丝后悔。这户人家的主人赶回来，看到父母安然无恙，得知是阿强冒死救人，当场泪流满面，拿着重金感谢阿强。阿强却摆摆手拒绝了，只说了一句：都是邻居，应该。两位老人平时对我很好，我不能不管。原来平日里阿强路过这户人家，老奶奶经常叫他进去喝水歇脚，给他拿点吃的。这份小小的善意，阿强记在了心里，在生死关头用命回报。阿强一辈子平凡，没做过什么大事，没赚过大钱，没出过风头，可在所有人都逃离的时候，他选择挺身而出，这就是他的使命。使命从来不是写在简历上的，不是站在台上讲的，不是别人分给你，它藏在你最自然的反应里，藏在所有人都往外跑而你往里冲的瞬间里，藏在别人都不管而你管了，别人都走开而你留下了，别人都沉默而你说了该说的话的选择里。你不一定要冲进火场，不一定要做惊天动地的事，只要你守住善良，守住本心，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，在平凡的日子里坚守厚道，这就是你今生的使命。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，天生有这份担当，天生见不得别人受苦，天生愿意为他人付出，这是你灵魂里的功课。完成了这份使命，你的人生才圆满，你的福报才深厚。可偏偏有很多人一辈子浑浑噩噩，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，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总觉得人生不该只有这样。那是因为你丢了初心，挥霍了厚德，忘了自己来人间的真正意义。等到关键时刻来临，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准备好。三段缘讲完了，我再送你5句掏心窝子的真心话。这是我从一辈子的阅历，无数人的人生里总结出来的，每一句都能护你一生，守住福报。你一定要刻在心里，记在骨子里，一辈子照着做，绝不会吃亏。第一句，守住初心，善良是你最强的气场。红尘俗世是个大染缸，很多人年轻时单纯善良，老实本分，到了中年有了点钱，有了点地位就变了，觉得以前的善良是傻，是吃亏，觉得老实人没有出路，开始耍手段，玩心机，刻薄自私，算计他人。他以为这叫成熟，叫懂世故，其实这叫福报在漏，叫自毁前程。你天生有贵人缘，有好手相，这是前世修来的本钱，是老天爷给你的底牌。可底牌再好，也经不住心术正的挥霍。相由心生，命由心造。善良不是软弱，不是好欺负，是你身上最强的护身符，是你吸引贵人，留住福气的根本。无论你走到什么高度，赚多少钱，遇到多少坎坷，永远不要忘记灵魂深处的那份善良，永远不要丢了初心。心善福才来，心正路才宽。第二句，不与人争，你的碗比别人大得多。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，命格靠感召，靠厚德，不靠争抢，不靠算计。你越是争那些蝇头小利，越是抢那些眼前的小便宜，越会贬低自己的命格，把自己的福气点一点漏光。世间的福气从来不是争来的，是修来的，不是抢来的，是攒来的。别人争名夺利，你退一步，别人斤斤计较；你让一分，别人勾心斗角。你守本分，天道最是公平。你在这里让出1分天地，会在别的地方补你10分，补你健康，补你贵人。
补你子孙的福报。你的心量有多大，你的福气就有多大。不要去跟别人抢几粒芝麻，你要装的是整片汪洋，是一辈子的安稳与后福。第三句，知恩图报，感恩是你最后的防护罩。贵人帮你不是理所当然，不是欠你，是你的厚德感召来的，是天地给你的福报。别人帮你一次，你要记一辈子；别人拉你一把，你要涌泉相报；别人给你一句提醒，你要心存感激。感恩是留住贵人的唯一秘诀，是你人生最坚固的防护罩。你懂得感恩，这个防护罩就越来越厚，贵人越来越多，福气越来越旺。你忘恩负义，过河拆桥，转头就忘，这个防护罩就会破一个大洞。下次你再掉进水里，再遇到绝境，绝对没有人再伸出手。人这一辈子怎么待人，天地就怎么回应你。因果循环，分毫不差，从来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第四句，长出牙齿来的善良，对消耗你的人敢说不。你心软、善良、重情，这是天性，是优点，可不能没有底线，不能没有锋芒、慈悲和软弱，往往只有一线之隔。你要学会分辨哪些人是真正需要帮助，哪些人是在利用你的善良消耗你的人生，哪些人是真心待你，哪些人把你当成提款机、软柿子。厚德是你的底子，自强是你的脊梁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光有厚德没有自强，就变成任人踩踏的软土；光有自强没有厚德，就变成自私自利的恶人。对那些一味索取、消耗你、利用你的人，要敢于说不，敢于拒绝。这不是冷漠，不是无情，是智慧，是保护自己，是阻止对方继续走错路，是对双方都负责。那些因为你拒绝一次就离开的人，本来就不是真正的缘分。走了是帮你的人生清场，亲走负累，腾出位置，留给真正值得的人。第五句，手相是本钱，心地才是真正的风水。我最后跟你说一句最实在的话，无名指长过食指，是天生的福相，是老天给你的本钱，是你前世修来的底气。可本钱再厚，底牌再好，也要你这辈子好好打，好好守。手相再好，心肠狠毒，自私自利，忘恩负义，住在最好的风水宝地上，也照样家破人亡，运势垮掉。就算手相平平无奇，只要你心存善念，乐于助人，坚守厚道，看到别人受苦，心里会不忍，在别人都逃离的时候选择坚守，你的心就是最大的风水宝地。善良会在无形之中改命，会把坏命过成好命，把薄福修成厚福。知相而不修，是徒增烦恼；决意而行善，是福德自来。天地间最公平的就是因果，最管用的就是修心。你的心就是你一生最好的风水。讲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心里犯嘀咕，说曾老师，你讲的贵人缘、感情缘、使命缘，都是年轻时候、中年时候的事。我现在已经60、70岁了，儿女长大，风浪经历够了，这些缘分对我还有意义吗？我今天明确告诉你，但有意义，而且这才是最关键、最要紧的时刻。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，叫盖棺论定。一个人的命运，不到最后一刻，到闭眼的那一天，永远都不能定论。年轻时候走错路，做错事，老了回头是岸，知错就改，照样能修得好命。积下来的福报照样会流到子孙身上，护佑后代。年轻时候风光无限，顺风顺水，老了心术不正，倚老卖老，
糟蹋晚节，前面几十年积攒的功德福报都会在最后几年里一点点漏掉，落得晚景凄凉，无人亲近。所以我常说，60岁以后才是人生真正结账的年纪，才是老天爷真正算你一生善恶福报德行的时候，一刻都不能松懈。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，到了晚年还会出现一段特殊的缘分，是人生最后的修行，叫做与自己的和解缘。很多人不懂什么叫与自己和解，以为和解就是妥协、认输、认命、放弃，这完全是错的。与自己和解，是你终于在这把年纪，把一生的得失、恩怨、执念看清楚，把该放下的都放下了，把该原谅的都原谅了。第一次真正平静地接纳自己的一生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接纳人生的遗憾，与自己、与人生、与过往达成真正的和解。这样的老人，头发白了，可眼神清亮，话不多，可每一句话都有分量。走进一个房间，不用开口，自带安稳踏实的气场，让人觉得可靠安心。这不是权势，不是财富，是经历过大风大浪之后沉淀下来的定力，是修了一辈子的厚德，是晚年最好的福相。可我见过太多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，到了晚年反而走偏了，把天生的好福气、好命格硬生生过成了苦命，落得3种漏福的状态，专门克自己的好命，一定要避开，一定要警醒。第一种漏福，倚老卖老，把经验变成枷锁。你这辈子吃过苦，见过世面，有肚子的人生经验，这是好事，是你的资本，是晚辈该学习的财富。可有些老人把这个资本变成了打压晚辈的武器，天天把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多挂在嘴边。晚辈想做新事，想闯一闯，话还没说完就被他全盘否定，强行打压，非要晚辈按自己的老想法、老路子走，把自己的经验变成一堵墙，挡在晚辈面前。这样做只会把晚辈越推越远，让孩子不愿回家，不愿沟通，逢年过节敷衍了事，平时能不回来就不回来。最后老人怪子女不孝顺，懂感恩，却从来没想过是自己把心门关上，把晚辈推开了。真正有智慧的老人，是把自己的经验变成一盏灯，温柔地照亮晚辈的路，让他们自己选择自己走，而不是变成一堵墙，强迫他们按自己的意愿活。这2种老人的晚年天差地别。第二种漏福，把委屈当成存折，年年利滚利。有些人这辈子吃了很多亏，被辜负过，被背叛过，被伤害过，年轻时候忍下来的没说出来，到了晚年反而越想越不甘心，把几十年前的旧事翻出来，逢人就讲自己多辛苦多不容易，讲别人怎么对不起自己，活在怨气里走不出来。儿女来看望他，坐下来还没喝一口茶，就开始听他抱怨诉苦，说到最后自己委屈，儿女难受。久而久之，儿女就开始少来不来，因为每次来都是精神折磨。可你要知道，委屈不是存折，不会生利息，不会给你带来福报，只会在你身体里发酵，先坏掉你的气色，再毁掉你的睡眠，最后拖垮你的身体。很多老人身体莫名其妙垮掉，医院查不出大病，就是这里痛那里不舒服，根源就是心里的怨气，委屈在作祟。放下委屈，放下怨恨，才是老年人最好的养生。心宽了，气顺了，身体才会好，晚年才会有福。第3种漏福，把钱握死，以为
财富是唯一的安全感。无名指长的人，年轻时候大多舍得付出，舍得帮人，可有一部分人到了晚年反而变了，变得斤斤计较，抠抠收收，把钱赚得死死的，生怕子女花自己的钱，生怕老了没人养，把手里的钱当成唯一的安全感。子女遇到困难想借钱，他这里推那里挡，说自己老了没收入，要留着养老，把亲情看得比钱轻。我不是说要把钱全部散出去，不是说要盲目帮子女，而是说你抱着钱不放，根源是心里的恐惧，是不相信天地，不相信自己的善良和付出会有回报，只相信手里的钞票。可你想想，你这辈子每一次被贵人拉回来，每一次绝处逢生，是靠手里的钱换来的吗？不是，是靠你的品格，你的厚德，你的善良，是你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没有走开，这才是你真正的底气。你把钱握死，反而告诉天地你不信任他，只信任金钱，天地就会照单全收。你越紧绷，财越守不住，人越孤立，晚年越难过。真正懂得晚年养福的人，该用的用，该帮的帮，心里放宽，气顺福来，身体好才有命享福。最后，我再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现在再低下头，好好看一看自己的手，看一看那根长长的无名指。这根手指是你前世修来的底气，是老天爷给你的底牌，是你今生自带的福相。可福相能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福气？贵人缘能不能留住？感情缘能不能圆满？使命缘能不能完成？从来不是手相决定，而是你这辈子的每一个选择，每一次善良，每一份感恩决定。手相是天给的，命运是自己修的。底牌再好，也要你自己会打；福相再佳，也要你自己守心。贵人缘要靠感恩留住，忘恩负义，贵人必走；感情缘要靠放下圆满，执念太深，必受其苦；使命缘要靠善良完成，丢了初心，必留遗憾。一辈子不长，别辜负了天生的福相，别浪费了天赐的缘分。守住本心，守住底线，你的一生必定贵人常伴，福气满满，活得自在，活得有福气。最后留个问题给大家，你觉得自己已经经历了几段缘？是贵人相助的那段，还是情在结亲的那段，或者是默默坚守使命的那段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故事，我们一起探讨。如果你觉得有道理，别忘了点个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让更多有福之人看到这些道理。咱们下期再见。